如果外蒙古宣布加入北约，它的下场会跟乌克兰一样吗？这是一个极具脑洞的问题。这事看似不可能，其实有那么一点可能。近年来，蒙古国一直不太安分，虽与中俄接壤，却大力发展第三邻国战略，跟美国走得很近。从这个角度来看，外蒙古加入北约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借此机会，我想展开一下脑洞，来看一看北约底层的运行逻辑，看看北约到底愿不愿意欢迎这位俄罗斯边境的草原来客，以及外蒙古目前的生存现状是否需要加入北约。离谱问题的回答往往都具备现实意义。耐心看完这个视频，你一定有所收获。首先，蒙古国敏感的地理位置就注定它加入北约的希望十分渺茫。其中最现实的一个问题是，若蒙古国外交人员要去布鲁塞尔递交申请书，应该走北线还是走南线？这看似荒唐的笑话，恰恰说明了蒙古国拥有极其特别的地理环境。蒙古国的边境线非常简单，北边是俄罗斯，南边是中国，单一的边境线也限制了蒙古国的外交渠道。一旦蒙古国有加入北约的小心思，其外交人员想从蒙古国出去恐怕都很难。这一点和乌克兰存在极大的差异。乌克兰虽然与俄罗斯接壤，但乌克兰的西部仍然保持与北约组织相连，想要从事政治活动或者跑到布鲁塞尔造势，其实并不是一件难事。而蒙古国就不一样了，他想要与北约产生交流，就必须要思考如何跨过俄罗斯这一座大山。届时，俄罗斯一定会采取最严厉的封锁手段，这比封锁乌克兰可要容易得多。那么走南线呢？按理说这也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因为北约属于军事组织，是冷战军事争霸中的产物，代表的是世界单极化的发展象征。而南边的中国在军事及外交策略上主要奉行中立原则，原则上不允许任何一个邻国向一个极端军事组织投诚。更何况蒙古国还有一个重要意义，作为中俄两国的战略缓冲区，为了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加入北约也与蒙古国的这一重要意义相违背。因此，蒙古国如果想通过南线前往布鲁塞尔，恐怕也会被各种理由拒绝。作为一个内陆国，蒙古国的交通手段实在匮乏。如果说乌克兰加入北约是在挑战联合国五常中的一个常任理事国，那么蒙古国加入北约就是直接挑战两个常任理事国。迄今为止，任何一个敢于挑战两个以上常任理事国的国家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即使背后都有美国的帮助。退一步讲，即使蒙古有办法向北约递交申请书，那么北约会欢迎这位草原骑兵吗？看一下加入北约的潜规则，你就一目了然了。如果看北约章程的话，想要加入北约的国家必须满足6个条件，即没有正式处于交战状态，非核国家不能发展核武器，不支持恐怖主义，和邻国没有领土纠纷，有健康的民族及人权关系，国内政党能够相互积极合作。只要满足以上这6条，原则上是可以加入北约的。世界上满足这6个条件的国家有很多，但事实上北约可不是谁都欢迎的。在表面有章程的背后，其实还树立了一些潜规则，比如其中一条，只要美国愿意让谁加入北约，以上6条原则都可以适当放宽限制。说白了，美国就好比整个北约的老大。例如，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北约曾与俄罗斯定下过一个君子协定，即在苏联解体后，北约不会吸收前苏联加盟国，也就是所谓的防止东拓。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一项君子协定正在被打破。在原则跟美国的意愿面前，北约还是选择听美国的，毕竟北约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制衡俄罗斯。那么回到蒙古国身上，美国对这位挨着俄罗斯的非前苏联国家又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先说结论，在美国看来，蒙古国不配做自己的小弟。按照上面的潜规则，只要一个想加入北约的国家与美国搞好关系，向美国拜个码头，也许加入北约就不是什么难事。但问题恰恰来自于美国到底愿不愿意接受蒙古这位小弟。国有国法，邦有邦规，美国对小弟也是经常挑挑拣拣。美国在收小弟的时候，会看这个国家是否存在经济价值，是否能对美国有益。如果没钱、没港口、没石油、没其他资源，美国也不愿意当他的大哥。好了，现在规则解释清楚了，来看看蒙古国的表现。2021年，蒙古国全国 GDP 总量为151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不用和别的国家比，就和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比，蒙古国一个国家的 GDP 甚至没有通辽一个地级市的全年 GDP 多，约是包头的1/3，约是鄂尔多斯的1/4。不难看出，蒙古国经济表现实在是太不理想了，自己温饱尚且存在问题，就更别提能否为美国赚钱了。这一点向来精明的美国自然也看得出。有人说，外蒙不是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吗？这些美国看不上吗？但是美国看得上，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首先，蒙古国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受于技术限制，开采率非常低，为此其国内的石油公司和矿业公司开采技术都高度依赖俄罗斯和中国。
而美国虽然非常看重资源，但并不是哪里的资源都可以唾手可得的。能不能给蒙古国引进美国开采技术都是问题，就更别提未来能否获得股份掌控能源公司了。其次还是地理位置问题，蒙古国是内陆国，开采的资源就算卖到国外，也无法通过海上运输将资源送到欧美地区，这和中东存在明显的差异。中东虽然拥有大面积沙漠，但是出海港还是有不少的，在运输条件上不必花太多成本。而蒙古国就不一样了，美国想要从蒙古拿走资源，得先要问问蒙古国的2个邻居同不同意。美国毕竟是一个商人国家，赔本的买卖他不干，自然也不会对蒙古国有太多想法了。但对于蒙古国而言，美国是他们的重要盟友，只有美国介入到蒙古国的外交局势中，他才能在中俄两边凭借第三方势力来获得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正所谓不打笑脸人，面对蒙古国的殷勤，美国也不能无所表态。从美蒙建交以来，美国一直许诺向蒙古每年提供民主援助，而所谓的民主援助其实就是美国单方面给其他亲近美国的国家发钱。那么一直是乌克兰榜一大哥的美国给蒙古国的援助究竟有多少呢？2021年美国对蒙古国实施的民主援助总金额为200万美元。是的，200万美元，在一个投资经常以亿万美元为单位计算的今天，蒙古国只从美国手里拿到区区200万美元，这不能用寒酸来形容了，用一句不客气的话来说，美国的援助行为更像是在打发叫花子。荒谬的是，蒙古国却如获至宝，对美国的感情也在与日俱增，认为如果没有美国每年这200万美元的援助，恐怕整个蒙古国的经济都有可能发生问题。搞不定美国就搞不定北约，所以蒙古国加入北约的问题就在和美国的关系上戛然而止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蒙古国的军事实力实在令人堪忧。根据蒙古国政府官方表述，整个蒙古国名义上拥有10万人的武装力量，然而根据统计，其现役部队一直保持在8000至9000人左右，陆军还在使用前苏联先祖级别的特55坦克，还包括成立时只有4名军人的蒙古海军。按照这个兵力，北约应该指望不上蒙古国能够牵制俄罗斯了。没有兵和装备倒还好，北约有很多成员国都是依靠美国援助的，但是蒙古国想要获得军事援助和乌克兰想要获得军事援助完全是2个不同的概念。乌克兰在拿美国军事援助时，可以直接通过西欧的渠道，还有空中渠道，而蒙古国则一定要跨过大半个俄罗斯或者大半个中国。这样的情况，美国绝对不干。综合以上因素考量，我认为蒙古国加入北约这个设想只能停留在脑洞层面，其现实条件几乎都不符合北约的发展要素。回到开头的问题，一旦蒙古加入北约，结局会和乌克兰一样吗？只能说不会和乌克兰一样，结果只能比乌克兰更惨。我们都知道，乌克兰能够负隅顽抗到今天，都是依靠北约和背后的美国不断往前线输送武器和金钱。可是蒙古国基本抵挡不住俄罗斯进攻，而且美国不会有太多办法。那么政治倾向一直靠近美国的蒙古，自己有没有考虑到加入北约的想法呢？说实话，这种想法实在是自找没趣。有一个观点我总提，就是一个国家在弱小的时候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几乎都是错的。蒙古国存在的根本动力是中国与俄罗斯的发展，严格上来说，蒙古国和许多非洲国家类似，都是人为规定的国境线，其国家的存在与历史、民族和宗教几乎没有太多关系，它能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已经不错了。随意惹是生非站上国际舞台，恐怕最后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拿到美国的实在援助，美国能够在一个地区投资，还是要看基本投入产出比的。那些依靠美国有恃无恐的东欧小国，根本上是对美国有利的，所以美国愿意将重心和北约资源都倾向于这些国家。可是蒙古恐怕连上排除的机会都没有。蒙古国人少地大矿多，这样的条件不说过上中东卡塔尔、阿联酋这样的土豪生活，起码也不会穷。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蒙古国可以说是穷得叮当响。2020年，蒙古国 GDP 仅133亿美元，与其同源同种的中国内蒙古地区同年 GDP 是2516亿美元，是蒙古国的19倍。计算人均 GDP 的话，内蒙古是蒙古国的2倍多。蒙古国百姓的生活水平与隔壁的内蒙的亲戚差距越来越大。明明是个坐在金山上的国家，内有安定的内部环境，外背靠中俄2大强国，为何穷成这样？本期就来谈谈蒙古国的几个穷根。穷根1，畜牧业靠天吃饭。蒙古国身居内陆，海洋水汽难以达到，大部分是干旱地区，土地贫瘠，不适合发展种植业。但好在草场资源丰富，天然草原面积高达110万平方公里，
蒙古国的畜牧业很发达，但尴尬的是，这畜牧业几乎完全靠天吃饭。蒙古国本就降水稀少且分布不均，地势又高，草场经常缺水，牧草的生长恢复能力弱，加上不科学的自由放牧，导致草场不断退化。仅2004年至2020年就减少了2万平方公里。蒙古国土地荒漠化的问题已经出现端倪。到了现代，随着城市化进程，建设用地开始大量侵占天然草场，产生的废土废渣和建筑垃圾进一步破坏了草场。同时，为满足居民饮食多样化的需求，部分草场被改为了耕地。蒙古国也采取了解救措施，比如人工栽培牧草，但由于技术和资金的限制，人工栽培牧草工作进展缓慢，也无法从根上解决蒙古国畜牧业靠天吃饭的问题。近年来，其畜牧业劳动能力呈现老龄化趋势，牧区年轻人纷纷涌向乌兰巴托等大城市，放牧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估计蒙古国的牧民自己都哀叹，放个牛羊咋就这么难？穷耕二，薄弱的工业。蒙古国人口少，国内市场有限，科教水平也不高，发展不了高新技术产业。结合自身矿产资源丰富的特点，发展出了以采矿业为主的工业。蒙古国目前已勘探就有80多种，其中煤炭、铜、银石、石膏储量位居世界前列。但因为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技术设备和专业人员缺乏，60%以上的矿产资源未被开发。如今，采矿业已是蒙古国的支柱产业，其出口额占 GDP 的 30%， 外贸收入的 86% 以上。外国在蒙古国的直接投资也主要集中在采矿业，但蒙古国整体的工业底子太薄弱了。1962年，蒙古国加入了经济互助会，这是一个苏联创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合作组织。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向蒙古国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援。蒙古国在他们的帮助下建立了采矿、交通运输、电力、建筑等现代经济体系。由于经济互助会参与国都施行计划经济体制，相互间经济结构有一定互补，因此蒙古国主要出口畜产品、皮革、木材、矿产，进口机械和轻工业品。表面看，这一时期蒙古国工业有了很大发展。1980年，工业产值跃居到国民经济的 56%， 但实质上，蒙古国并没有建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标志着一国工业实力的金属冶炼、机械制造、化工产业在蒙古工业中没有或者占比很低，这为之后工业发展突然断层埋下伏笔。长期处在舒适区的蒙古国政府也没有动力在上述产业加大投入，这种情况延续至今。现在蒙古国的电子产品、日用品、机械、交通工具大多是从中国进口，单一的采矿业提供不了太多工作岗位。蒙古国2016年的失业率达 7.2%， 大量适龄劳动力没工作，而且矿产品容易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价格和销量缺乏稳定性。以采矿业为支柱，整个国家的经济非常脆弱，这也是蒙古国的穷根所在。穷根三，坐在矿山上却没中东土豪的命。蒙古国人口仅355万，却地大物博，矿产资源丰富，看起来跟中东的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中东石油富国比毫不逊色。其实不然，这些中东土豪国的原油埋藏浅，质量高，开采成本低，且都是沿海国家。原油开采出来后，可以通过管道输送到港口，凭借廉价的海运运输到世界各地。资源的储量大是前提，因为开采成本和物流成本低，利润也高。而蒙古国的情况不同，虽然其煤炭、铁矿、铜矿等矿产的品质也很高，但交通运输很不便利。蒙古国地大人少，铁路、公路这类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加上政府资金缺乏，导致交通建设的能力和意愿都很低，这直接导致其物流成本很高。而且蒙古国是个内陆国，没有港口，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是个致命伤，因为海运的价格远低于铁路、公路运输。蒙古国的矿产主要出口周边邻国，北边的俄罗斯自己也是靠出口能源、矿产吃饭，所以蒙古国只能出口中国、日本、韩国。若蒙古国想要出口物资到中俄以外的国家，主要有2条路线，一是连接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从俄罗斯远东的海参崴出口，但这个高纬度港口1年有几个月的结冰期，货物吞吐量有限。另一个是从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进入中国，然后把货物运到天津等北方港口，再运到别国，路程比俄国海参崴短了近2000公里，这也是目前蒙古国的主要出口线路。运输成本没优势，采矿机械要进口，高端技术人员要外聘，想要在价格上有竞争力，那只有在人工成本上砍了，普通工人工资自然高不起来。
总的来说，虽然蒙古国的矿产资源储量和品质都很高，但因为是个内陆国，而且交通建设落后，导致物流运输成本很高，他们的矿产品出口没有价格优势，利润率不高。穷根4，政治体制原因。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蒙古国也改变了社会体制。1992年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改名为蒙古国，放弃了社会主义路线。受到国际局势巨变影响，蒙古国经济陷入困境。为挽救颓势，蒙古国政府模仿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推出了财产私有化法，把 44% 的国有资产以投资产权证书的形式发放给全体国民。但蒙古国的平民百姓根本不懂现代金融，一纸证书在他们眼里还没有给一只羊来的实在。很快，一些有门路的权贵用极低的价格收购了普通百姓手里的投资产权证书，迅速垄断了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产生了类似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行业寡头。据统计，蒙古国的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高达 72%。资本都是逐利的，只想用最低的成本收获最高的利润。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地区搞基础设施建设，显然投入大、回报低、回报周期长；搞其他工业门类又缺乏技术和熟练工，于是挖矿就成了首选。门槛低，收益可以预见，而这种资源密集型产业往往是腐败的重灾区，成为了权贵寡头们攫取财富的聚宝盆，普通百姓连口汤都喝不到。政治上，蒙古国采用了西方的选举制度，总统由公民选举产生。看看美国的特朗普、希拉里就知道，西方所谓的民主选举其实都是有钱人的游戏，选出来的总统都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蒙古亦如是。这导致蒙古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不能正确的引导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依赖农牧业、采矿业的产业结构单一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其他工业门类始终发展不起来。农牧业和采矿业产品附加值低，且利润大部分被权贵寡头攫取，百姓怎么能富得起来？穷根5，蒙古的地缘外交政策。蒙古国在历史上曾是中国的一部分，其主体民族蒙古族与中国的蒙古族同宗同源。1921年，外蒙古在苏联扶持下独立，在苏联的控制下，蒙古国抛弃实用数百年的回鹘式蒙古文，用俄式西里尔字母标注蒙语，创造了至今仍使用的新蒙文。这导致蒙古国在文化上与内蒙同胞割裂。虽然新中国在1949年就与蒙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因为苏联对蒙古国的控制，中蒙两国交往有限，直到苏联解体前夕的1989年，中蒙关系才正常化。蒙古国领土被中俄所包围，自身没有出海口，与中俄保持友好关系是其发展经济、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选择。但蒙古国却另外打起了小心思，推行了第三邻国的外交战略。美国、印度、日本等国都是蒙古国的域外邻国，而美国也乐于在中俄之间插入一个楔子。1994年，蒙古国与美国展开贝克圆弧联合军演。2023年，蒙古国举办了一场名为可汗探索的军事演习，期间美国专门派出了自己的第11空降师某部参与其中。蒙古国想和西方搭线的小算盘昭然若揭，蒙古国的立场也很模糊，一方面希望搭上中国发展的经济快车，一方面又在原则问题上态度暧昧，与西方国家勾连频频，其国内反华排华势力活动愈发猖獗，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既亲华却又有反华的一面。中国和蒙古国经济体量差距巨大，蒙古的外交和经济政策对中国影响微乎其微，对他们自己却是灭顶之灾。从2014年开始，蒙古国的经济长期陷入低速增长，2021年通货膨胀率高达 13.4%， 2022年底外债高达334亿美元，被列为全球有债务违约风险的国家之一。这一点蒙古国很清楚，也是其政治立场始终摇摆不定的原因。以上便是蒙古国的几个穷根。其实以蒙古国丰富的资源，只要老实本分，摆正自己的位置，不做大蒙古国的春秋大梦，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脱贫指日可待。